刚才咋回事？刚才卡了。刚卡住了。北理没吃，我就那个 APP 不是那个 PPT 嘛。啊，我没吃，我不知道我去哪儿搜啊。没，我就看那个大家都在说 PPT， 没地方看。去哪儿能看见？这镜片不好，我就把它拆下去。还不是我的眼镜，我给人拆了。小薇的眼镜。哎呀妈，小薇这眼睛怎么这么勒死了快！北理的瓜没吃。瘦了好多，角度吧。我在北京，对我搬回来了，我就搬到北京来了。以后这一段时间认识了好多的那个小伙伴，可以专心的去弄点自己想做的事儿。我前几年在北京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机会认识这么多人。现在好像就是啊，大家好像都认识我，然后我就，状态不一样，我感觉，反正这个恍然隔世，就是之前在北京那个状态又回来了，维度不一样的，就好像啊，大家都觉得说百里啊，我知道百里，我认识百里啊，我就怎么样的，就那个时候的我那个时候在北京的时候，应该是很青涩，或者说有一点点社恐的时候，现在不会了，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始，就是你像小薇我就说小薇你干活的时候你带着我，小薇说那我不敢用你啊，小薇说我不敢用我，然后那个我说没事，我就去学习一下这个就是正规的那种剧组它是怎么弄的。他说哎呀，可是你会干什么呢？因为之前我都是一个人把好多人的事儿都干了，但是呢都不是正规的流程的那种，所以我现在要去一些所谓的团队里边去，表面上我又会，其实我又不会，这很难搞，这没办法。小薇说那实在不行你给我做场记去吧，我说行。完整的镜子打碎，都是眼泪。能看出来这个眼睛是小薇的吧？
小薇就喜欢带这种。显得脸好小，这个角度显脸小，角度显脸小。没什么大愿望。圆圆的好看，快来骂一骂那个学生，我没看呢，我就说好像那个看那个就是报道，好像就是什么这个学生很差，然后就人家大学老师非常喜欢他，是不是？然后他那个给人坑了一遍，然后现在又出来举报人家，是这个意思，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哎呀，不止啊，还有吗？我没看到那个，学弟，哎呀，这么好吗？这个大学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大学教授，其实对他是真的用认真的，对不对？对，就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但是这个学生，那我很好奇，这个学生举报他干什么呢？就是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呀？你们来告诉我。就是他那么爱他，他为什么会举报他呢？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哪方面没闹掰了吗？还是怎么着？吵架了？一开始就是演的。那个利用教授啊，焦虑啊，那就是我其实看很多东西，我就看那个原因嘛。那你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做这个事儿会对你有什么？你是解气呀，还是会有什么收获呀？对吧？那你有忧郁症，哎呀，哎呦，那就是。他说那个老师全国可飞，就那个就是你们的理解就是那个老师今天敦化那么大雪啊，我只想跟你面前说话。其实，对呀，他举报人家那个大学老师，他又有什么好处呢？他会不会把这个发疯了？感觉自己被毁了，也想毁老师。那咱不知道这个具体，对啊，所以我就说什么呢？恋爱啊，什么叫恋爱啊？这不什么叫爱情啊？爱情其实就是付出。你们所说的那种就是相互的爱呀，我觉得很少，就是相互两个人都爱彼此的，我觉得那种很少，就是可遇不可求。大多数人都是为什么他会定义自己的这个感情是爱情呢？因为他付出他觉得这是爱情，但其实不是这样。两个人互相喜欢的才叫爱情。而且就是其实
经历这种事儿，就是经过这个事儿，你们要明白一点，就是什么，不要去追别人，尽量不要去追别人，没有什么好结果，尽量不要去追别人，让别人来追你吧，或者说让你变得更，你变得更优秀再说吧，怎么感觉年轻了？因为我刮胡子了，而且我又回北京了，我觉得就是心态上也不太一样了。之前可能在深圳可能自己创业呀、怎么样的，就是油腻，现在可能又要当学生，对。忘掉我的模样。越来越像你已经在我网易云年度音乐里了，能介绍一下当时写这首歌的心境吗？能介绍写越来越像你的心境，就是越来越像你是那个我给那个我其中的一个对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人，然后他是有对象的人，他是有对象的人，然后那个我跟他在一起吧，就是就我是小三儿嘛，然后他也很喜欢我，然后我又接受不了自己是小三儿这个事儿，后来就是反反复复见面，反反复复拉黑，后来就是到后来我就那个啥了，我就又一次把他拉黑了，结果他就没再那个就是把我加回来，然后我就其实有点不习惯了，就是因为我总被他哄回来，然后这次没哄我，然后我比较就跟他的朋友联系，我说，哎，你就是我就跟他朋友说这个事儿，他朋友的意思就大概就是说，哎，你俩的事儿你俩自己解决，但是我觉得你在这段感情里你比较委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他朋友不帮他，我觉得他是什么朋友啊？就我俩吵架的时候，居然那个他有点卖他他朋友有点卖他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他这朋友不怎么地，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打电话我其实就想纠缠呗，然后结果给他打电话了以后，然后他就一开始接了，但是不说话，后来我再打电话就不怎么接了，然后断断续续，网络也不好，然后他说他发烧了。没有，他就说他生病了，然后就网络也不太好，然后就没跟我说太多，然后我就特别就是难过，我觉得他现在好像也不愿意，因为我自己作，然后也不愿意跟我去说什么了。后来我就那个时候还在朋友家里边，然后我就把门关上了，然后我就在朋友家里的一个次卧里边，我就开始写这首歌，我就把所有的委屈啊，我都就写在这首歌里边了。然后包括为什么会有什么什么突然间什么在巷子在天街突然能看见你，我会哭着奔向你，因为他不理我这段时间。然后那段时间我就梦见过他一次，然后我梦见他在，就是我梦见我去，不是，我梦见他来偷偷看我，但是呢，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又跑，然后我就开始追他，就是这个剧情就是写在了那个芝麻里面嘛。对，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写在这首歌里了。
一般剧情不都是跟着小三儿走吗？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没听明白。我现在在北京，对，我现在在北京。不是一般为什么他还不找你？他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不找我啊。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不找我，因为他那个出事儿了啊，他那个时候出事儿了。出事了，然后他事业上出了很大的，就是这次事业上的这个翻车，其实导致起码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快10年了，这10年他都没起来，这个事儿是他非常大的一件事儿，而且他那个时候在国外，然后他生了一场大病，因为这个事情对他打击特别大。他原来是那个钻石王老五，现在可能老八了，钻石王老八了。他有对象，然后你不是小三儿吗？他不是应该跟你走吗？他有对象，然后你不是小三儿吗？他不应该跟你走，他为什么要跟我走啊？什么意思？我没明白，我没明白他为什么要跟我走。你准备拍短剧没有？最近没有这个计划，因为没钱拍啊，我们没有投资，现在整个经济都不好，没有投资，所以我们没钱拍啊。现在主要是没钱拍。剧情一般不都是跟小三走了？还是你说的真实？什么我说的真实？我说什么真实？剧情一般都是跟小三走了，但是现实当中小三就是小三儿，啊，小三你之所以成为小三，你就是小三啊，你几乎不太会转正，能明白吗？就是现实当中你是小三的话，基本上你就是一直都是小三。两人在一起真的有很多挑战，特别一个人有上进心，一个人没有。这白面书生，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从直播间里看到了，就是小大夫没有上进心是吗？就是你想传达的是这个意思吗？主播单身吗？我说主播单身，主播单身。丢的模样。在这不行，太白了。你上次说你和他分手的原因，哦，分手原因就是俩人就是，不太，他也说了，他说啥了？他说的是啥？他说的跟我说的一样吗？不一样。他说的是啥呀？他说的分手原因是啥呀？很好奇，他说我俩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哈哈，反正我还是，你还真信他俩分手了呀？那我俩都不在一个城市，不分手，大哥。我俩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
只不过就是我对分手这个事情可能就是没有那么伤感，所以你们就觉得说还不会分手啊。其实你给他帮助支持真的挺多的，谈恋爱嘛，我觉得谈恋爱总会有一个人吃亏，反正我在其他感情里可能都是我占便宜，在这段感情里就是我吃亏了啊，可能是这样，就是你看你怎么理解啊，就是真的你们细品我说这个话，就是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做不到平衡啊，做不到平衡。他也给我买了很多小东西，比如什么呀？他给我买了什么？就是感情真的是这样，就是做不到，就是两个人付出是相同的，一定会有一个吃亏，有一个占便宜，就一定会这样，小大夫是你比较满意的，他也挺好的，你又来上一次，还是不留胡子好看啊，不留胡子就还年轻一点。主播也吃的，我今天没吃，但是我刚才直播间里有人说，都分手了，好聚好散，就别说这个直播间里人不是，我俩非常和平，啊，这你们千万别觉得说我的直播间里是说他坏话之类的，没有，我俩特别和平，我俩是特别和平的那种，啊，而且就是我说白了就是他现在还在住我家，啊，还在住我家呢，就是我家人已经，他也是我的家人了，我家人也去接受他了，那除非有一天他自己不想在那住了。那我就觉得他如果住的话，一是能帮我照顾妈妈，而且另外一点就是还能帮我遛遛狗呢。我的狗可能要带不过来，就我们非常非常和谐，非常非常和平的分手，其实我的态度其实非常的明确，就是没谁对谁错，我俩最主要的后期就是我可能想发展的方向跟他不一样，而且跟他在一起会，就是我觉得很多我的事儿我都进展不了了都，我前任，那就复合吧。我为什么要复合呢？我现在分了挺好的，分了不挺好的吗？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发展，他在那边也有车有房了，我在这边我也得那个就是，上学啊，然后拍电影啊什么的，那就不会在一起啊，那为什么要在一起呢？两个人不在一个城市干嘛呢？对吧？不说这个了，你就反反复复说这些东西，反正就是你们千万别觉得说我们分手了是仇人，我们不是仇人，我们就是觉得可能不合适了啊，或者说方向不同了，对不对啊？分开还能相处很好，是不是正合适？这点其实我说实在的，我觉得我跟他能就是相处的很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性格好，对，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他的性格好，我也没见过这种脾气好的人，对，其实你们都知道我脾气多臭，对不对？啊，不要去日本嘛，在那个北京先那个学别的吧，在北京先看看这几个月，然后对，不一定，方向不同，心在一起好了。那个没头脑啊，我就说你这个名字还是真是没头脑，就是我记得我说过你没头脑，那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你看
我俩都不在一个城市，那我在这边，我万一要碰上好的呢，或者说万一要，对吧？或者说他也碰到好的呢，我俩干嘛就是一定要绑在一起呢？我觉得生活是需要有人去伸出手的，那别人一直伸手，你不去握住别人的手，相反你在一个异地恋里边，你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我觉得没必要啊。对啊，没必要。他也来不了北京，对吧？我就算来北京了，咱们就退一步说，他来北京了，他能干啥呀？现在找工作这么难，他现在这份工作已经很好了。北京大学教授，我没看这个瓜。最爆的彩虹酒吧是什么？深圳其实比较散，深圳的彩虹酒吧会比较散，它深圳只有一个猴吧，还有一个正常的酒吧，但是被同性恋占据了一个酒吧。最火的应该就是那个，就是叫猫员外。猫员外是我觉得是最火的，但这个猫员外呢，就是属于什么呢？它是小酒馆，正常的小酒馆，但是被一帮同性恋包围了，被一帮小孩包围了。我觉得现在最火的是这个，当然这个深圳的酒吧还有老头吧，老头吧非常火。你喜欢老头的60岁50，那个酒吧一般都是40加的人，40加的人，大多数都是50、60的，50、60左右都有，看你喜欢什么类型，它跟其他城市的酒吧不太一样。年轻人去会被排挤吗？不会被排挤，因为那里的都是年轻人找老头，抢老头能抢的打起来，抢老头能抢打起来的那种，天天那边那个抢老头打架，然后派出所就出警了那种，真的，深圳老头老夸张了。老头喜欢，那老头是喜欢年轻人还是喜欢老头？我不知道，我对老头吧没有那么了解，但是老头吧一般都是喜欢老头，真的打起来，真的打起来，我不夸张的说，真正的就是老头吧真的很夸张，就那种20、30岁的小孩给那些老头花钱，给那帮老头买酒，真的是这样，理工大学我没吃到这个瓜，我不知道在哪吃。11楼呢？11楼我怎么评价11楼？11楼之前是我们的对手，11楼之前是我们的对手，是我们竞争的酒吧，就我觉得怎么说，就是他现在的员工都是我的员工，对，说话时候带着笑声是啊。11楼其实它的原型就是那谁的原型啊，就是那个小茉莉里的那个王志远那个酒吧，龙恩又回去了，11楼现在好像有3个员工都是我的，一个叫那个叫啥来着？范范，一个叫萌 K， 然后还有龙恩，这都是我的人，还有那个 Z1， 那都是我的员工，我酒吧关了，然后去他那儿了，想去熊吧，我想去熊吧，你想去哪个城市的熊吧？
深圳的，深圳你熟，那你就去呗，你就去11楼吧，去11楼。他们是卖酒赚提成吗？是的啊，卖酒他们，现在的提成大概是在25%到25%，也就是100块钱，他们能赚25，啊，他们能赚25，所以提成非常高，所以我们做酒吧老板基本不赚钱都。肖大夫也每天自己播了。肖大夫是谁？11楼在11楼是在深圳哪里？你搜吧，你搜。蓝调的熊比较优质，蓝调的熊比较优质，蓝调的熊比较优质啊。蓝调老板也是我朋友，也是好朋友，总在一起喝酒，我们出去旅游的那种。标价25%还是利润的25%？标价啊，标价啊，不是利润的标价。798也是吧？798也是我之前的员工。798老板是我之前的员工。798里边的那个有一些人也是我的朋友啊。对。胡子一刮差没认出来是吧？你的员工都当上老板了，当老板其实很容易啊，你有钱就可以当老板，你有钱就可以创业呀，当老板是最容易的。你为什么离开深圳？深圳是一个有活力的地方。相反，我觉得深圳不是一个有活力的，就是深圳深圳，反正我的方向可能更偏北京多一点，因为我要做自媒体嘛，我要做影视嘛，那我肯定来北京嘛，北京是就做媒体的一个城市啊。重新租房，对，我昨天把房子租了，付了半年的钱，花了4万多块钱。什么时候拍电影？现在没有投资，然后经济也不好，所以我们还是等一等啊，还是等一等。我就好奇你怎么不做了？生意一直不挺好的吗？杨天乐问这个问题啊，杨天乐就是生意不挺好，我是因为什么不做呢？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懂，就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他们说啊，你是不是一直在亏钱，然后你不做了？我可以这么说，我开酒吧都不是用的我自己的钱，都是有别人就是跟我一起投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做呢？因为我当时我做的时候，做酒吧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觉得这是人生的一次体验，我就想做3年实体的老板，我想创业。因为那个时候总被大家说网红，然后我不太喜欢，因为我觉得我是个男人，我得去做生意啊，所以我就说，那我差不多我去做生意，然后也不耽误我拍电影电视剧嘛。那这个开酒吧之后还有拍摄的地点也挺好，我就说那我一定去尝试，然后我就签了3年半的合约，他那个合同要签就签3年半，所以就是我之所以关掉，就是因为这个合同也到期了，对，合同也到期了，我正好做了3年半，就一下我就关掉就好啊，我就觉得人生体验过了呀，那你为什么要执念去做这个东西呢？对吧？对呀，那我会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啊。
那你就好比就是说，你看我现在已经有房有车了，然后这个年纪啊，也，反正我什么也不缺了，那我为什么我还要折腾来上学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才叫人生啊！你什么阶段你想做什么样的事儿你就去做呀，你为什么因为你啥都有了，完了你就不做了呢？对不对？嗯。幸运的就是你都在啊！大虎是不是也在北京？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好像他在上海。但是就是前几年他在上海，现在我不知道他在不在上海。他退网了，好像没他消息了那种感觉啊。彩虹方向自媒体不好做，太小众了。当时小兰你们拍的不是弄垮了吗？当时小兰你们拍的不是弄垮了吗？不是弄垮，什么意思？小兰什么？你们拍的什么不弄垮了？谁把谁弄垮了？罗二去哪了？我不知道，罗二也不知道。刚才我还跟他聊天呢，他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他在哪。我刚才还跟他聊天呢，他知道我来北京了，然后我俩就互相就报个平安的那种，但我也没问他在哪个城市，他比较，我觉得他是心态是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他跟我不一样，我就是爱折腾，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就是闲不住的人，我有紧迫感，就是我不会享受生活，我是完完全全不会享受生活的人。人家都有钱了，都到处旅游啊，然后就是，哎呀，就活得很开心呐、我是有钱了之后，我这人有钱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有钱了，我就赶紧让自己钱生钱，对，就是没有歇着的时候，你这个不开心的，我这种人是不开心的。折腾呗，人就这一辈子，你不一定有下辈子。挑战，对，我就觉得人生是挑战，哎，跟我那个死对象差不多。对，我是这种，我从来也没有因为说有钱我就很开心呐、之类的，反正就是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是那种就没什么大钱儿的那种，我就是没有那种大钱儿命，没有那种，对，让自己慢下来呗。但是，但我就一个想法，这个叫奈斯的，你说让我慢下来，我其实会觉得就这么几年儿，人就这么几年儿，你们能懂不？人就这么几年儿，你能蹦跶的时间就这么几年儿，等你40、50岁的时候，你蹦跶不动了。那个时候可能会有病，你生病啊，或者说你怎么样的，你你在这个年纪，你想就慢下来，我觉得太奢侈了，对我来讲太奢侈了。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不是要学那个拍电影吗？我不要学那个导演吗？所有的学校你会发现，就是像这种进修类的学校，他们会限制年龄，就是在40岁，也就是你超过40岁的话，你想去进专业的院校去学导演的话，你是进不去的，能明白吗？我现在34岁，
这个学这个东西，它其实就要几年的时间。如果说我现在不学，我让自己慢下来，可能我就卡住了。啊，学校它也是限制你的年龄的。我闲不住啊，我闲不住，我就觉得，哎呀，北京有好多好多优秀的人，老年大学学导演，老年大学得学那个怎么用手机，老年大学教你怎么用星图，用那个快剪什么什么啊，剪映啊，老年大学教你这个。北京发展比前景比那个深圳大，对，北京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我在深圳的时候，身边的人都是卖数据线的，就是都是华强北的，哎，都是自己开那个早餐店的，然后突然来了一个就是拍电影啊，就是什么网红，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相处。其实我慢慢的我能跟他们相处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就跟我的那种生活方式啊和那种就是谈话方式不太一样。然后我前2天我不来北京了嘛，来北京以后，我们第一天吃饭我就叫了一桌子同性恋，都是在那个就是影视方面做的，有的是那个执行导演，有的是自媒体，有的是最牛逼的有一个是那个《长相思》的编剧，啊，都是同性恋，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这个叫什么娱乐综艺的那种就是现场的那种导演啊，那我们一起聊，然后我就觉得北京好幸福，因为我在北京我能遇到这样的人，我在深圳我跟他们不是一个圈子的人，我跟他们搭不上话，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我也不是特别开心。对，那我到了北京以后，然后我发现啊，大家又是圈子里的，然后又是在这个行业里边，都摸爬滚打的，那我为什么不来这边呢？对不对？我为什么不来这边？对，嗯，然后来这边，然后昨天又认识了一个人，昨天认识了一个人是阿娇的经纪人，阿娇的经纪人，阿娇啊，就是咱们就说，北京就是这么，对，就是这么便利。你想认识人，或者说你在这个场合里边，别人认可你的话，他们就会向你靠近。对对，就是这就是北京。北京遍地看明星，遍地都是什么导演、编剧、制片，都是这样。那北京就是这个氛围非常好，啊，而且你知道，这2天就是有一个也是算是学了那个金修导演的北电的金修导演的那个一个小孩儿，然后我们喝酒的时候认识了，然后他就就约我去看什么，北京这2天有个什么北京什么展，就是跟电影相关的一个北京的一个什么什么展，你知道北京就会有这种地方，电影节对不对？对，北京就有一个电影节，你说你在深圳你想接触你没有这个氛围，你深圳对吧？你深圳它不会有电影方面的东西，所以我来这边我就觉得，哎呀，北京的这个影视方面的人啊，他们是很幸福的，他们不像我们周五，就是我在深圳的生活是，我开酒吧的时候每天自己喝的要死，然后就是休息的时候也是打麻将，继续喝酒，我那个时候生活是这样，但你看就是来了北京之后，可能也会喝酒。那可能就是结交一些人脉的时候，更多的是什么呀？哎，周六周天大家去酒吧去看一下那个什么这个展，然后去那边有什么什么什么节，
然后就是看什么那个美术展览，就很好。我觉得北京的这个氛围很好，对，真的是很好。所以北京，我这次来只是感触不一样，嗯，感触不一样，嗯，我觉得这帮人就是好幸福哦，而且这边年轻人你能够得上。我在深圳的时候，我在深圳的时候，我身边几乎没有年轻人，你们能懂不？就我在深圳，我想跟年轻人一起去玩玩密室啊，然后去玩玩桌游啊，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机会。那我在深圳都认识什么？这个酒吧老板，那个酒吧老板，啊，这个富二代，这个是那个在酒吧里就是消费特别高的，哎，这个是做什么那个餐饮的，怎么样？反正就大家聚在一起，就聊的就是，就很奇怪，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想认识年轻人，你想认识那种租房子生活的人没有？啊、对你在那边我认识的朋友里，基本上都是三四十、四五十、五六四五十吧，基本上都卡在40到50左右。然后人家根本就不租房子呀，人家也不会去看什么展呐、人家就挣钱呐、然后就是社交啊、喝酒啊。北京是大家你一问，这人40了，在北京还租房子呢。然后他那个怎么样住哪儿，然后就是大家的这个没事就出来聚会啊，到家里做饭呐、然后一起聊同性恋呐、就哎呀，这个感觉其实特年轻啊，特年轻。这可能是你们那个小朋友就是没来过北京的这种小朋友是感受不到的啊。北京大家都在聊什么？哎，这个男的挺好看的，这个是谁谁谁熊啊？我看过他的那个直播啊，怎么样啊？大家都，我觉得特开心，就是特年轻的那个氛围啊，好。然后我来这边，我就能接触到年轻的那种小可爱熊啊，小可爱狒狒、肌肉男啊。你在深圳，我去哪儿接触？你告诉我。身边我算是我那个圈层里，我算是最年轻的了啊。四也要聊我是吧？四聊我。我是那个租了一个房子，在那个一个老小区里边，然后也是6600一个月。我就说有点恍惚，我就觉得说好像这些年我都白干了。在深圳有房有车，在这边啥都没有，重新租房子开始了。6600一个月，租那个小破房子，哎呀，我就说在这边那个，我跟小薇说，我说小薇，我说那个这边买房子要不要社保？她说要，要不然我也想在这买房子。北京租房贵吗？北京租房子，跟怎么说呢？北京我觉得你跟贵不贵没关系，就北京的住的条件不好。北京的那个住宿条件不好啊，你明显能感觉到，就是说这边房子几乎没有什么好房子，有那个好房子贼贵，巨贵。你比如说，你就是我在深圳可能花9000块钱租的房子，在这边得22000，就这种，就是没好的装修，没好的房子。北京不，对，南方城市新嘛啊，
南方城市新一点。理工大学我不知道这个卦，我等会儿我下去我搜一搜。你们在哪搜的？用我的头像，那他能约着吗？用我的头像，他能约着吗？啊！理想、蔚来、特斯拉选一个，如果你买的话，我选特斯拉。理想、蔚来、特斯拉，啊，我选特斯拉。你到处跑不累吗？那为什么在家？我觉得在家待着累。我觉得在家待着累。啊，那个教授是零啊。哦，教授是零，然后他举报说教授把他那个那啥了，是吗？我觉得是一吧，对吧？人那个应该是一。对，那个这是一。惠州房子租出去了吗？我惠州房子家里人在住，然后把深圳房子卖了。你脸打东西了是？我脸打什么东西了？别太离谱，这是我打什么东西啊？我脸啊？神经病！啊！太阳太素了，怎么变化这么大？你是觉得说哪里变化大呢？你是觉得是脸变大了，还是皮肤变好了，还是怎么着？变嫩了？皮肤变好了，皮肤变好是因为什么？皮肤变好是因为美颜开的，啊，学生长得很母，胡子刮了。我为什么刮？因为我来北京不是有那个树毛毛吗？我这2天就是过敏，没看我这个脸都是红的，这都红的，但是我美颜开大了。就是哎呀，就刺痛，然后脸就是感觉过敏，这树毛毛真吓人啊！好久也没感受到这种树毛毛了，眼睛好看，眼睛是小薇的，眼睛是小薇的。我现在在小薇家里。我现在在小薇家里，小薇那个出去喝那个吃饭去了。我这2天我一直在应酬，我喝多了，然后我实在我不想见别人，然后我就那个那啥，我就在家，我就没跟他去。我在北京玩多久？我不是玩啊，我这次我就是搬回来了，我搬回来了，我就是在这边生活了。那叫玩呢？有什么玩的呢？我这个年纪我没啥玩的，啥都玩过了，感觉
咋不去成都呢？我去成都干啥去？这边我要上学呀，我要学，我要学那个啥呀？我要学那个影视方面的东西。其他城市哪有这个北京这种教育资源，对吧？真的要跟过去拜拜了吗？也不至于说拜拜吧，就是我来这边是上学，我是来学习，我是来做自己老本行啊。对，之前在深圳的生活才算是体验，对。这北京的生活其实才是我正常的生活。北影学嘛，我不知道今年能不能考上呢，还。我今年我得考试，但是现在还没开始报名，我不知道今年能不能考上。北影很难考的。哎呀，不服输。忘掉我的模样。想听我的故事？想听我什么故事？想听我什么故事？你说，我看看，我跟你讲。文化课得过关呐，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我们是进修啊，进修。创业的故事啊，创业的故事，我给大家讲嘛，创业的故事，就是我去北京创业的故事，就是那一年我是为什么去那个深圳创业呢？其实我那个芝麻这部戏啊，算是就是小火了一把嘛。然后我就受到了一个深圳的一家酒吧的那个邀请，那个时候就他酒吧需要那个名人过来嘛，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当红嘛，我是当红炸子鸡，对，然后就邀请我过去了，然后2天，就邀请我去唱歌，然后1天是3000多块钱，唱6首歌，啊。那个时候是邀请我唱2天，然后打包价好像是6000块钱啊，就6000块钱，就2天我能赚6000块钱，唱12首歌，然后那个我就去了嘛，因为我就一直都向往有舞台嘛，那人家花钱完咱还挣钱，然后说去呗，然后我就人生当中第一次上演，我就去了，去了以后，特搞笑。特搞笑，就是那个深圳我没有认识的人，然后就一个前任在那边，我第4任在那边，然后这第4任知道我要来了，然后就陪着我一起参加这个商演，结果我上台之前我还特别紧张，我就让那个酒吧老板就是给我上了1瓶酒，然后我喝了半瓶。还没上台呢，然后我就有点喝多了。后来到我上台的时候，我就有点晕乎乎的，我也不紧张了，我就晕乎乎就上台了，然后唱了1首歌吧，唱了1首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我唱1首歌的时候，然后有人给我录视频，那个视频里边居然有那个小大夫，就我来深圳商演的第1天，然后小大夫和她男朋友也来看了。就这个视频就是被录下来了，然后结果我唱完了，唱了2首歌，唱了2首歌以后，那个
我中场就休息嘛，他正常的是2首歌，然后唱完了以后就休息大概半小时，然后半小时之后再上台唱。我就唱了两首歌以后，然后我就下台了。下台之后，突然就派出所的人就来了，就我下台以后，然后就感觉就是啊、对吧？就来人了，来人之后，然后就开始清场了，因为那天人就是特别特别多。那天人就是，就是屋里都挤不下了，都在外边呢的那种，然后然后我就唱了2首歌，然后突然告诉我说，哎呀，那个百里屠夫今天就是得关门了，然后那个就是就清场了，关门了。我说啊，我说当时我就觉得说，哎呀，是不是那个引起骚动啊，怎么样的？还是有人举报我们？我也不知道，反正他明天唱不唱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说那个我就跟那个前任就回家等通知嘛，回他家等通知。后来第二天告诉我不用来了，然后就把那个6000块钱就是转到我微信里边了，然后我心里还暗喜，你知道吗？唱了2首歌，然后赚了6000，对，然后好像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好像是那个他们好像消防没过就是他们那个酒吧消防没过，然后他们居然没过消防，他们就开始那个就一直在那块偷摸营业，结果那天人特别的多，也可能是有人举报了，然后就不行了，不行以后，然后我就拿着这个6000块钱，我就带着前任，我俩去了那个成都去旅游去了，然后就把这钱花了。后来呢，后来就是我回北京之后，方糖的 CEO，方糖的 CEO 是我前老板，然后我前老板呢就是找我说他也想开个酒吧，想跟我一起开，因为他知道那个芝麻热度特别大，他就是我有名气嘛，那他想跟我合作开，然后大概就是3个人，每个人要准备60万，3个人要准备60万，就是大概得准备200多万，能在北京能开一家酒吧，然后他就说。图图，我们也没经验，这个酒吧还是以你为主，你看你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资源？我说我也不懂啊。然后我说那个，你需要我干啥？他说那个装修这一块也不知道那个音响贵不贵，多少钱？我说那正好那个我前一段时间认识了那个酒吧老板，我问问他。结果我就给那个酒吧老板打电话，我就说，哎，你那个音响贵不贵啊？装修贵不贵啊？然后那个什么，办手续好不好办呢？然后他听了以后，他就给我很多建议，最主要建议就是说，不要跟他们干。他说那个3个人合伙做生意是会出问题的，而且他之前又是你的老板之类的。我一想，其实我也不愿跟我的那个老板一起做生意，前老板做生意，我也有压力。后来他就说他说你要实在想做的话，我这酒吧给你做。免费给你做，然后挣的钱你拿走，亏的钱算我的。我说这挺好的呀，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想做，不要跟别人合伙做，因为投入太大了。然后呢，他说你要想做哈，那我酒吧给你做，我酒吧给你做，挣钱归你，赔钱算我的。因为他们那个酒吧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坚持不下去了，就让我去经营。我为啥就是想做酒吧呢？其实跟卡卡有关系。我们在拍那个芝麻的时候，卡卡是那个我们那个饭店的老板嘛，然后我就觉得卡卡那个时候有一辆奔驰 A，卡卡有一辆奔驰 A，然后又是一个那个饭店的小老板，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感觉特好，就是成功人士，我就觉得哎呀，我也想做老板。其实这个我也不想做那个什么那个网红了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特好，对啊，特好，然后我就特羡慕。其实这个想法就一直种在心里，结果突然说那个让我去经营，好，那我就去经营。然后经营我就去了，我就只身就去了。待了1-2天，他就跟我说，哎，这个酒吧我做不下去了
你要那个做的话，我低价给你。然后我也是待了2天，我就觉得说，那个时候更多的是把做生意就是看成了一个人生的体验嘛。我说那大概需要多少钱？他说30万。我说30万我没有，我说我只有我只能就是给你15万。他说那实在不行你再加点，最后就是我那个酒吧我花20万盘下来的，这就无形当中给我省了多少钱。完了我就说那我反正那个舞台我也熟，我说那我花20万就弄一个我就弄。然后就整体，反正就整体就花了，能有个十几万不是十几万，加上那个盘的这个费用，再加上这个房租，前期我就花了40多万，然后我就有一家酒吧了，然后我就开始弄嘛，弄，然后就签了3年半的合约，然后就一开始还不好整，因为完全不会做生意，然后又社恐，后来就强逼着自己嘛，就一点一点做了就是做到半年左右的时候，然后就还蛮不错的，就半年左右的时候还蛮不错的，然后紧接着疫情的又一次爆发。然后我们那边是重灾区，所以就没事就3天2天就停，就是隔3差5就停。后来就这么总停，我也是特别没办法。但是因为你有3年半的合约嘛，你要是不做的话，因为我们押金有18万吧，我们那个时候的要押3个月的房费。这18万就打水漂了，我就说那我就是咬牙我就做，反正就是特别艰难的去做，然后就拍了《芝麻2》，然后拍了《芝麻2》以后，就有那个投资人找我们了，然后就是说给我们投钱做，后来我就拿着别人的钱去做生意，然后一直在坚持，哪怕就亏我也没停下来。后来就认识了很多的就是顾客，然后就跟他们变成好朋友，他们就没事来支持我啊。反正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还是亏的嘛。但是我就是因为有执念嘛，我就觉得说一个男的不要遇到什么事儿就退缩。后来我就一直在坚持到第3年的时候，然后我就筹备了小茉莉，然后我就开了一家分店。开了这家分店之后，我现在就2家店了，然后我自己就管不过来，然后我就寻思把那个老店关了吧，我就说我开家那个新店就好了。结果我那个员工他就不想那个去新店，因为他的客户都是比较不是年轻人，都是比较老头的那种，所以他就觉得说去新店那么年轻的场合他可能赚不到钱，所以他就跟我商量说能不能把这个老店也留下来，然后他跟我一起做，就等于他也做老板。然后我说那你就出个8万块钱就行，然后那个酒吧就有你49%的股份。就这样就是开了2家店，结果这个跟我合伙的这个员工啊，突然就撂挑子了，就说哎呀，就干了一个月就觉得不行，他说他想退股，我就觉得特别坑。你这个时候你又退了，然后我新酒吧又开了，然后这个酒吧还续了房租，你说我怎么办呢？我现在，但是因为他是我员工啊，他也得帮我赚钱，那我不能跟他撕破脸呢。我就说行，你不干吧，我也没计较这些东西。结果就开了2店，我开了2店之后呢，问题就开始来了拍完戏以后，其实热度就非常的高，那个新酒吧热度就非常高，然后开业当天也是非常成功。然后旁边的那个酒吧的老板是一个直男吧，是那个一个 live house 的一个老板，他也是开到我们旁边去了，他就在质疑，就说哎，你这酒吧也没做宣传，你们是做什么活动？我说没有。那你们怎么开业第1天这么火爆呢？然后我就笑不语，我说哎呀，那都是老顾客支持。结果呢，开业第2天的时候，我们就被举报了。
举报什么呢？举报说这是同性恋酒吧，影响不好。为什么影响不好呢？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商圈里边，是一个在商场的负一层，结果附近的居民呢，老人孩子呀，没事就，因为深圳他晚上他出来散步。10点左右人出来纳凉来了，人家就是没有睡那么早，他不像北方城市，可能10点大家都睡觉了。深圳是10点多大家都在外边呢，散步呢。结果呢，就10点多的时候，这帮喝醉的这个小胖子什么的，就在那个商圈里就开始舌吻，在那个厕所里嬉戏打闹，反正就老人孩子看着可能就影响不好。我也不知道是这个酒吧老板举报的，还是就是附近居民举报的，反正把我们举报了，把我们举报了。举报以后，然后我们就开不起来了，然后就让我们整改成那种 live house。那 live house 成本特别高，乐队呀、歌手啊就特别贵，特别贵。我们就坚持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坚持不了了，所以我的第一家分店就倒了。我就自己亲身，我就觉得我说关了，然后租金我也不要，押金我也不要了，装修我也不要了，我现在就是不干了，我就死活不干了。然后就剩一个老店，其实那个时候也无心再干了，因为一下我就亏了100万，一下就亏了100万，然后我就不干了。之后老店其实还有那个时候老店还有将近2、3个月就要到期了，到3年半的合约。再后来的话，你就要续租可能还要续3年半。我就在慎重去考虑，然后但是那个时候自己心里的计划是3年半就不做了，想去北京读那个，去北电去读那个导演，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就说就是到了合约以后我就不做了。结果到8月份，那年的8月份，我就把酒吧关了，然后就来北京来考试来了。去年北电没考上，但是我把酒吧也关了，就这样。然后这是我创业的经历啊，但是你看我今年我又来了，因为马上又要报考了，我今年我再试试，我还是想上学啊，所以这就是我的创业的经历啊。整体来讲的话，我确实是做生意是亏的，但是我努力了，我觉得我挺努力的啊。我这3年半，我觉得我性格改变了也好多啊，然后自己也用心了反正就不太遗憾，就是真的尽力了。你有点像龚教授的学生，我没看过那个卦，等会儿我下去我看一看。生意不好做，不可控的东西太多，我觉得挺正常的。那你想想，本身你就是没做过生意，首先你没做过生意，这是你第一个生意啊。那你第一个生意，那你老天不会让你就是那么幸运的，就是第一个生意你就嘎嘎赚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就是赶上了疫情给全国全世界造成的影响都很大。你要知道这几年麦当劳、肯德基都关了多少？你要知道什么各大什么海底捞都关了多少？我们凭什么不关呢？我们凭什么在这些大企业面前我能活下去啊？你要知道你自己几斤几两，所以你想清楚这些事儿，你就正常这是你该去经历的，或者说你就不是那个幸运儿，你有什么资本，对吧？所以我觉得太正常了。当然你要说我这些年亏没亏钱，没亏，用的不是我的钱，后期有人带那个投资
啊，我就是亏的都是亏的别人的钱，所以我现在就面对的那个投资人呢，我每次我都见到他，我都特别愧疚，我都不。他后期他还想让我去做别的，我说不做，我都不好意思再去，就是每次跟他吃饭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很愧疚啊，然后我是找他吃饭，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刻意，他要找我的话，我就是赶紧出现，然后我就赶紧就是跟他吃饭，每次都是我乖乖的去买单的那种。他说你不用，我说真的是一想起来这个事儿，我其实自己都觉得挺愧疚的。所以就是你说我亏钱了，亏了，亏了多少没亏多少，亏的是别人钱，但是我确实觉得体验过了就好了，不执念这个东西了。身边好多北京的朋友都说你早就该回来了，我说是，他们觉得我还蛮拼的，看公教上那个吗？没看，那同性恋圈就这点事儿，有一点事儿就是大家都开始念叨，微微，这是你家，你别这么拘束。哎，你怎么晚上这么红啊？啊？晚上好红啊！我脸是不是过敏？北京更适合你是啊，我把它这个镜片给拆了啊。谁的？你的呀？我的。我看着不太贵，我就拆了。我的吗？拆吧，可能不是我的。那谁的呀？前任的？是。不知道，你拆吧。没喝酒？没有啊，我不和你说了，你不喝酒。很尬吧？把你吓的。我没有。不喝酒很尬吧？不会啊，又不是那个什么。那谁回去了？回去了，17还带了猫去。他家猫啊？对。他就配。没有去玩。交际，带猫去交际。我老家3只猫。吃得开心吗？挺开心的，不是有螃蟹有虾，你不去。本身你看我这个脸就红的成这样了，我再吃我更不行了。你这房租多少？北京的租金很贵吧？这房子是小薇家的，他说是5000多，他说是5000多。我租的那个房子贵，因为我那个房子是在2环，所以就是比较贵。要喝吗？我不喝。年轻10岁是吧？我把胡子刮了，就这么年轻。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就这么平静的晚上？那干嘛呀？晚上我就来精神了。嘿，打麻将吗？打呀。但打麻将就要通宵了。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那我问问。你能通吗？我可以通啊。你明天又没啥大活是吧？没有什么特别紧急的事儿，但是我可能得去还是。行啊。我问问。17不能出来了哈。17可以。他能打吗都？好，18不能出来了。不能了吧？但我叫我朋友，就是人那是俩人。可以啊，那正好啊。我问。但川麻我不太 OK 啊，就是我慢，打得慢。川麻最简单了。咋的了？稍等一会儿，我还没接呢。不信呐？给大家看小薇。哎，不是有那个，有手机架子。哦。小薇现在单身了。直播间有什么优质男性吗？
我俩都单身了，被一个朋友克的。哦，你朝着我呢？嗯，我们有就是仨人是好朋友，结果那个人吧，就看不惯我俩有对象，然后就一开始把我和小大夫拆开了，然后现在又把那个前段时间把小薇给放了，就逼人小薇说要分手。一会儿我和你说，一会儿他过来骂你。谁呀、但我其实会发现你其实喂，你怎么秒接？喂？哎，没声儿。喂，完了没声儿。喂？户啊，打麻将那个啊，啊？这个是妹夫吗？谁是妹啊？哎，小江。喂，哎，你俩在一块儿吗？啊，咋了？他打电话没接。还睡觉？啊，搞吗？搞什么呢？我和百里。他打3个小时啊？啊？3个小时吗？就太少了是吗？对。还要打多久？那我们到6点，行不？哎呀妈，可以啊。那改天吧。你到底我都给人打电话叫醒了你。6点太夸张了，我只能5点，打一会儿我就困。打到5点。别的了，你们要打这么久的话，那你要打多久嘛？不，改天吧。我都给你打电话了，你改天吧是不是有病？打6个小时我真的打不了。那我刚刚问你通宵，你说啊好通。你要打多久嘛？改天吧。我都问了。改天吧。嗯。烦死了。让人休息吧。没有，我们都经常通宵打麻将。那改天吧。你想打多久嘛？3个小时。不是改天吧？嗯。你。改天吧。那不打了。嗯。烦死他了，行吧？那就这么着。爷，我杀了你！你看看。你把我叫起来，我现在又睡不了了。你看看。行吧，那打呗。那打多久？哎，打到不想打就那个吧。行。去哪儿啊？打长麻他会吗？他只会穿麻。长麻是什么呀？穿麻。行，你这西北北了。啊？他不是24小时的吗？啊？问他。啊，那你问吧，你问了和我说啊，拜拜。我问一下房间先。嗯。他们要打长麻是什么呀？长沙麻将，我不知道，没玩过长沙麻将。百里担心输钱，我不担心输钱，我就是打麻将我就很容易困。我们打得很大的。但我们抽烟哦。我也抽。行。这不是百里，这是百里吗？这是。他。啊，你还在照着我呢，我想抽根烟。那我不照你，你抽。我刚擤鼻涕呢，我照你就行了。啊，没事啊。这俩人我见过吗？没见过呀。没见过。啊，那他俩认识我？认识你吧？你谁不认识你？我就很怕他们觉得我就打3个小时不打了就很扫兴。会啊。没事，你看吧，不想打就走。3、4个小时啊？3、4个小时还行，我超过4个小时我坐不住。行。晚上就睡不着了，感觉。他嫌我在他理的发不好。没有，你看我这脸。正常就4个小时，对呀，正常就4个小时。你多精神啊！可以。可以。
晚上就喝酒就不知道干啥，对吧？一会儿打一半你不打也不行了，是玩到兴头上你突然就不太好，打3个小时我就困得不行了，就开始乱打了，就懵了。你不会困的。外边冷吗？不冷。能穿短裤吗？短裤好像有稍微有点小风。他们不工作吗？他们也是做这行的吗？他为啥明天不上班啊？他们不上班。那么有钱？为啥不上班啊？就是不上班，自己开那个。开啥的呀？开店。开啥店？啊。哪个平台呀？啊，自己开店。你怎么会认识这帮人呢？啊？你怎么会认识这帮人呢？没有，他人今年才开的店，哎，去年才开的店。我那会儿不是还发过吗？发啥呀？我那朋友圈不是还发过吗？哦。谁呀？我也不认识，我都没见过呀。一会儿你就见到了。谁在旁边？小薇。谁呀？谁问啊？哎呀妈，你抽烟呢，差点没对着，差一点。他家里不是去他家里吧？不是。啊。麻将馆。这边有没有就是环境特别好的那种麻将馆？都是特旧的那种。也不旧吧，就正常的。深圳的麻将馆都翻着花的，老高级了。没有，北京没去过那种麻将馆。他们在商量什么呢？问房间呢。问房间呢。一会儿给我地址。能取消就好。你问你打不打？你说打，给你叫了又不打了。我不知道是干这个的。怎么了？不知道该聊什么呀？聊不用聊，打麻将聊啥呀？打麻将你要聊啥？你还要聊天啊？那肯定要聊天，我多尴尬呀！不尴尬，忙着赢钱，200块钱也是钱。200块钱，哎。妈，你这开的好白啊！怎么这么白啊？我的直播间都说来我直播间都能那个，都好看一圈儿。是。会调。我本来是黑色的。你是黑皮。对。好白啊。聊影视圈的事儿。以后小薇就是我老板了，我可不敢，我不敢。没事。不带脑子，你得带钱呐。拍剧他不是说不带脑子就行，他得有钱拍呀，对不对？这项链戴霸气，珍珠呢？对，珍珠项链。旁边是谁？旁边是小薇呀。芝麻第2部没看吗？我和里面现在长得不一样了。好飒。是飒，好飒。感觉像在说 T。你确实有点儿这个发型有点像。那我这多少看，小油头。
所以我就觉得你的钱都花在一些稀奇古怪身上了。你这个东西为什么买这么贵的呀？啊，精选加拿大、巴西进口原浆。对呀，我之前那纸是甜的，里面有玻尿酸，对自己皮眼好点儿。你胡说！真的，你擦屁股你不得那个软点儿啊，对吧？他神经病。这是百里嫂吗？不是，我是俩百里妹，百里妹。百里嫂。短剧成本不大吧？有一个就爆起飞了。短剧我之前看过他们一个标书50万。50万也很多了呀！现在经济这么不好，谁没事拿50万？50万很多啊。对，50万，但短剧那些演员他都不休息的。就是疯狂拍是吗？对，就是那种赶时间。就是我们正常就4周的量，然后他们要1周之内拍完。不咋睡觉。凡哥他们不就是拍的挺快的？是不是又要拍剧了？没钱，没的钱。我们准备走吗？走呗，我穿裤。行。我去穿拖鞋去。可以。不动脚啊！不动脚。酷嘞。18去过张老师家是吗？我经常一块儿我们。要不他带猫呢？带猫玩呀。他张姐姐就在公司旁边，我不是那天吃串的时候给你指来着吗？啊。吃串的时候给你指了吗？很近呐。串背后就是张老师家，然后马路那边是17家。买的吗？没有，你不是问我了吗？我的记忆力你不远，15分钟到了。穿袜子穿。随便你想穿就穿一个，晚上要不凉脚芯儿。啥凉脚芯儿？我说晚上不穿袜子凉脚芯儿。那肯定。穿黑袜子。这个主播好面熟。妈呀，他在我剧里都演过好几部了。反正步没什么水花。是我这长了一张红不了的脸。是糊脸。想跟那个聪聪最近就筹备一下拍一个东西。拍吗？拍呗，花不了这几个钱儿，花个几万块钱拍个小玩意儿呗。多小啊？多小？那你看梁浩哲他们不也在拍小玩意儿？拍呗，能花多少钱？行，反正超过10万我不会花的，没那么多钱。你要自己设备啥都有，你花不了啥钱。尽量找几个那个不花钱的人。人，我跟你说，现在拍东西都便宜，就是人贵。对。走吧，我俩走了。穿拖鞋。那是没毛病。我们关了啊，拜拜吧。